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8%以上。这个数字让人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困惑。既然基因如此相似，为什么我们和他们如此不同？98%的相似度听起来很高，但剩下的2%到底决定了什么？今天我就和你聊聊进化论到底是什么，它如何解释人类的起源，基因相似度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的近亲依然是近亲，而不是变成了我们。很多人一听到进化论3个字，下意识就会想，这是不是一种还没被证实的猜测？毕竟进化这个词听起来像是某种理论，而不是像万有引力那样板上钉钉的事实。但事实恰恰相反，进化论是整个生物学最核心的框架，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而是像重力理论一样被无数证据支持的科学事实。只不过重力你每天都能感受到，而进化发生的时间尺度太大，我们很难直接观察到。让我们回到19世纪的英国，一位年轻的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刚刚结束了他著名的贝格尔号环球航行。在长达5年的旅途中，他穿越了南美洲的热带雨林，踏上了加拉帕戈斯群岛，收集了无数动植物标本和化石。加拉帕戈斯群岛成了达尔文思考的转折点。他在不同的岛屿上发现了一种雀鸟，这些雀鸟的喙部形状各不相同，有的粗壮，适合啄食坚硬的种子，有的细长，适合吸食花蜜。达尔文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这些岛屿曾经与南美大陆相连，那么这些雀鸟的祖先可能来自同一个来源。但为了适应不同岛屿的环境，它们逐渐分化出了不同的特征。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系统性地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生物种群中存在变异，有些变异能够提高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生存和繁殖成功率。这些有利变异更有可能被传递给后代。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微小变化的累积会导致物种逐渐改变，甚至形成新物种。这个理论听起来很简单，但它解释生命世界的能力是惊人的。从达尔文的时代到现在，科学家们发现了大量支持进化论的直接证据。化石记录，地球生命的时间胶囊。证明进化最直接的证据之一，就是地层中埋藏的化石。它们就像是地球留给我们的时间胶囊，记录着生命演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在人类起源的研究中，化石证据尤为丰富。1974年，在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尔地区，科学家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性骨架化石，这就是著名的露西，一具生活在约32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化石。露西的发现震惊了全世界，它的骨骼结构既显示出了类人猿的特征，又具有了直立行走的明显迹象。它是人类进化树上的重要一环，证明了我们的祖先确实曾经以这种形态存在过。此后，科学家们又在非洲大陆发现了更多的化石，能人、匠人、直立人、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演化序列。
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人类是如何从像猿一样的祖先，一步步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这些化石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在地质年代上的分布完美符合进化论的预测。越是古老的地层中发现的化石，它们的形态结构就越是接近其他哺乳动物；越是接近现代的地层中发现的化石，就越接近现代人类。这个规律从未被打破过。每一次新的化石发现，都在进一步印证着进化论的正确性。DNA 证据写在生命密码里的历史，除了化石之外，还有另一类更加精确的证据 DNA。 1984年，科学家们首次比较了人类和黑猩猩的 DNA 序列，发现它们的相似度高达98%以上。这一发现轰动了整个科学界，也为进化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分子层面的支持。为什么 DNA 相似度能够支持进化论？答案很简单，如果物种是独立创造的，那么不同物种之间的基因相似度应该是随机的。但如果物种是通过共同的祖先逐渐分化而来的，那么血缘关系越近的物种，它们的基因相似度就应该越高。而事实恰恰如此，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相似度最高，与猴子相似度略低，与其他哺乳动物相似度更低。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基因相似度完全符合它们在进化树上的亲缘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 DNA 的突变速率，科学家们可以计算出不同物种分化的时间。比如，根据分子钟的计算，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大约生活在600万到800万年前。这个时间与化石证据基本吻合，两种独立的证据来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本身就是进化论正确性的有力证明。什么是基因相似度？当我们说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相似度是98%时，这个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基因。基因是 DNA 上具有遗传功能的片段，它们像是生命的设计蓝图，决定了生物体的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人类基因组大约包含2.2万个蛋白质编码基因，这些基因的序列就像是一本由30亿个字母写成的书。当我们比较两个物种的基因相似度时，我们比较的正是这本生命之书的文字相似程度。98%的相似度意味着，在每100个字母中，有98个是完全相同的，只有2个是不同的。但这个数字需要正确理解。98%的相似度听起来很高，但考虑到人类基因组有30亿个碱基对，那2%的差异实际上意味着大约6000万个碱基对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相当于几十本《哈利波特》加起来的信息量。那98%的相同告诉我们什么？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人类和黑猩猩之间那98%的相似度本身就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它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生命本质的东西。首先，相同的基因控制着相同的基本生命活动。无论是人类还是黑猩猩，我们的细胞都使用相同的方式进行能量代谢，相同的酶负责消化食物，相同的方式进行细胞分裂。这意味着，
在最基础的生物学层面上，人类和黑猩猩并没有本质区别，我们都是碳基生命，都依赖相同的分子机制来维持生存。其次，基因的调控方式在相似性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蛋白质编码基因的序列相似度很高，但控制这些基因何时何地表达的调控序列却存在显著差异。就像同一个乐谱可以让不同的演奏家演绎出完全不同的音乐，同样的一组基因可以在不同的物种中产生截然不同的表现。人类和黑猩猩大脑发育的时间进程就存在差异。人类的大脑在出生后依然继续快速发育，而黑猩猩的大脑在幼年期就已经基本成熟。这种发育时间的差异，可能与人类拥有更长的学习期和更高的智力有关。如果说98%的相同让我们惊讶，那么2%的差异则更加耐人寻味。这6000万个碱基对的差异，到底如何塑造了人类独特于其他物种的特征？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许多关键差异。2018年，一项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研究，详细比较了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组，发现了两者在蛋白质编码基因上存在35个氨基酸的差异。虽然数量很少，但这些差异产生的影响却非常重大。比如，Notch2基因在人类和黑猩猩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差异。这个基因在胎儿发育过程中对器官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在人类中，这个基因的某个特定位点是丙氨酸，而在黑猩猩中则是丝氨酸。这个微小的变化可能与人类大脑皮层的发育有关。大脑皮层是人类高级认知功能的物质基础，它厚度的轻微变化就可能影响大脑的计算能力。另一个重要发现是 HAR1 区域的差异。HAR1 是人类加速区的缩写，顾名思义，这个区域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经历了快速的变化。科学家发现，哈尔1在人类和黑猩猩之间有18个核苷酸的差异，这个差异影响了它形成特定 RNA 结构的能力。而这个区域在胎儿发育早期的大脑皮层中高度活跃，可能参与了人类大脑特殊发育模式的建立。除了这些基因层面的差异之外，非编码 DNA 的差异同样重要。人类基因组中负责基因调控的序列与黑猩猩存在显著不同。这些调控序列就像是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决定了基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强度表达。在人类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许多调控序列的活性与黑猩猩不同，这些差异可能导致了人类大脑更大的体积、更复杂的结构和更高的功能效率。那人类既然是从猴子进化来的，为什么猴子没有一起进化成人类？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包含了一个误解：人类并不是从现代的猴子进化来的，人类和现代猴子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的。这个祖先既不是人类，也不是现代的猴子，而是类似于一种古老的灵长类动物。换句话说，你可以说人类和猴子是表亲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把这个关系说得更清楚一些，大约在2500万年前，人类的远古祖先和猴子的远古祖先还属于同一个群体，但随着环境的改变，
这个群体被分成了2支，一支继续在森林中生活，演化成了今天的各种猴子，另一支则演化成了后来的类人猿，包括人类和现代的类人猿亲戚。就像一个家庭中的2兄弟选择了2条不同的道路，他们的后代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但无论如何，他们依然有着共同的祖先。自然选择不是追求完美，理解物种分化的关键在于理解自然选择的真正含义。很多人以为进化就是生物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完美，但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进化的真正含义不是进步，而是适应。自然选择并不是在选择最强壮、最聪明、最完美的个体，而是在选择那些最适应特定环境的个体。这意味着，所谓的进化并不是一条有方向的道路。不同的环境会选择不同的特征，演化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在开阔草原上，直立行走让人类祖先能够更高效地寻找食物和警戒危险。但在茂密的森林中，四肢并用、灵活攀爬的猴子可能更占优势。自然选择没有最优解，只有最适合特定环境的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近亲各种猿类和猴子没有变成人类，它们依然生活在它们祖先生活的环境中，继续适应着那些环境。它们的身体结构依然能够有效地应对它们面临的各种挑战。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黑猩猩和猴子并没有输给人类，它们只是走上了不同的进化道路，在各自的环境中同样成功。理解物种分化的另一个关键是要理解基因变异的作用。在每一代生物中，基因都会以极低的概率发生突变，这些突变大多数是中性的，既不会带来优势，也不会带来劣势。但少数突变可能会改变生物的生理特征，比如改变酶的活性，影响毛发的颜色，甚至改变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一些原本中性的变异可能会突然变得有利或有害。比如，当森林萎缩、草原扩大时，那些能够帮助直立行走的变异就会变得更有价值，而那些不利于在草原上生存的变异则会被淘汰。这个过程就是自然选择。关键在于，不同的种群可能面临不同的环境变化，也可能在不同的方向上积累基因变异，这就导致了物种的分化。在非洲的不同地区，人类的远古祖先面临着不同的生态环境，有的在森林中生活，有的在草原上狩猎。这些不同的选择压力使得他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最终演化出了不同的物种特征。走出森林的第一步，让我们回到大约700万年前的非洲。那时候，地球的气候正在发生剧烈变化，森林的面积开始减少，草原的面积在扩大。在非洲的中部地区，曾经郁郁葱葱的森林开始变得稀疏。我们的远古祖先面临着新的生存挑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我们的祖先开始更多地使用双足直立行走。这个变化可能是渐进的、缓慢的。一开始，也许只是因为在稀疏的树林之间穿行时，直立行走更加方便，或者在地面上寻找食物时，直立行走
能够让他们看得更远。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更善于直立行走的个体获得了更多的生存优势，他们的后代也越来越多地继承了这种特征。大约600万到70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人类远古祖先与黑猩猩的远古祖先彻底分道扬镳。从这一刻开始，人类这一支系走上了独特的进化道路。大约400万年前，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出现了一类新的物种——南方古猿。南方古猿阿法种，也就是著名的露西，生活在约320万年前。它的身高约1米，体重约30公斤。科学家通过对它的骨骼分析发现，它已经能够双足直立行走。它的骨盆结构与现代人类相似，膝盖和脚踝的骨骼也显示出直立行走的特征。但与此同时，它的手臂依然较长，手指和脚趾依然弯曲，显示出部分树栖生活的特征。这说明南方古猿已经能够直立行走，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在树上活动的能力。它们可能生活在森林与草原交界的过渡地带，白天在地面上觅食，晚上可能还会爬到树上睡觉，以躲避地面上的捕食者。南方古猿的牙齿也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它的牙齿比早期猿类更小，但比现代人类更大。它的牙釉质增厚，这可能与它开始食用更多坚硬、粗糙的植物性食物有关。这种饮食的变化可能与它在草原环境中寻找新食物来源有关。在接下来的100多万年里，南方古猿演化出了多个不同的物种，分布范围从东非一直延伸到南非。这些不同的南方古猿物种展示了人类进化早期多样化的可能性，但最终，这一条演化路线在约200万年前走向了尽头，所有的南方古猿物种都消失了。大约250万年前，在非洲的东部地区出现了一类新的物种——能人。能人这个名字的含义是手巧的人，这个命名反映的是他们在工具制作方面的能力。能人是目前已知的最早能够制作石器的物种，他们的脑容量约在500到800毫升之间，比南方古猿有了明显增加。科学家在能人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经过敲打剥落的石盒和石片。这些工具虽然简单，但证明了能人已经具有了有意识改造工具的能力。工具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能够制造工具意味着人类能够更有效地获取食物，抵御捕食者，开拓新的生存空间。这进一步促进了大脑的发展，更多的食物支持了更大的脑容量，而更大的脑容量又使得人类能够制造更复杂的工具，开发更高级的生存策略。这是一个正向循环，最终促成了人类智力的快速发展。大约180万年前，能人的后代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物种——匠人。匠人的脑容量进一步增大，达到了约850毫升，而且他们的体型也比能人更高更瘦。匠人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工匠，反映的是他们在工具制作方面的显著进步。匠人已经能够制作更加精细、用途更加明确的石器，
他们还会使用火，并可能已经学会了烹饪。匠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化石证据表明，匠人已经能够进行较长距离的迁徙，他们的生活范围从非洲扩散到了亚洲的西部地区。大约180万年前，一类新的物种直立人开始从非洲向外扩散。直立人是第一个离开非洲的人类物种，它的足迹遍布亚洲的广大地区，从中东一直延伸到东南亚和中国。直立人的身体结构与现代人类已经非常相似，他们能够完全直立行走，身高可以达到1.6米以上，脑容量约在850到1100毫升之间，远大于更早期的人类物种。与更早的匠人相比，直立人的面部更加扁平，眉骨不再那么突出，这让他们看起来更像现代人类。直立人在人类进化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他们是最早学会控制火的人类物种之一。他们制作了更加复杂、更加标准化的工具。他们可能已经拥有了原始的语言能力。北京猿人、蓝田人、元谋人都是直立人在亚洲的后代。直立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将近200万年，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他们不断适应着不同地区的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种群。这种长期的地理隔离为后来人类的多样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大约30万年前，在非洲的某个地方，一个新的物种出现了。这个物种就是我们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智人。与之前的物种相比，智人的大脑容量显著增加，平均约在1400毫升左右，已经接近现代人类的水平。智人的面部结构更加现代化，眉骨不再突出，颌骨更加纤细，牙齿更小更少。他们已经拥有了与现代人类几乎相同的骨骼结构，能够进行精细的手部动作。更重要的是，智人的行为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不仅会制作工具，还会创造艺术。科学家在非洲和欧洲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智人制作的洞穴、壁画、雕刻品和装饰品。这些艺术创作证明了智人已经具有了抽象思维能力，能够表达超越实用目的的概念。大约7万年前，一批智人从非洲出发，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遇到了早先已经分布在各地的其他人类物种——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以及可能还有其他的未知人类群体。在经历了数万年的竞争和交流之后，到大约3万年前，地球上只剩下智人这一个物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地球上只有一个物种的人类。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曾经有多个不同的人类物种在地球上生活过，但最终只有智人这一个物种存活了下来。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以及其他可能的人类物种都已经灭绝，成为了进化史上的过客。尼安德特人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角色之一。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被描绘成粗野笨拙的穴居人，与现代人类的优雅聪明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尼安德特人生活在欧洲和西亚地区，
时间大约从40万年前到4万年前，他们的大脑容量实际上比现代人类略大，平均约在1500毫升以上。他们能够制作复杂的石器和复合工具，会使用火，会埋葬死者，甚至可能已经掌握了早期的医学知识。更为重要的是，遗传学的研究表明，现代欧亚人群的基因组中有1%到4%的 DNA 来自尼安德特人。这意味着，当智人走出非洲，在欧亚大陆上与尼安德特人相遇时，两个物种之间发生了基因交流。尼安德特人的部分基因被整合进了现代人类的基因组中，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些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可能影响了现代人类的某些生理特征。科学家发现，尼安德特人的 DNA 与现代人类的一些特征有关，包括皮肤颜色、免疫系统功能，甚至睡眠模式。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表明，某些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变异可能与抑郁症、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2010年，一个惊人的发现震惊了整个人类学界。科学家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穴中发现了一块指骨碎片和几颗牙齿。通过 DNA 分析，科学家确定这些化石属于一个前所未知的人类物种——丹尼索瓦人。丹尼索瓦人是尼安德特人的近亲，但他们在遗传上已经分化了至少40万年。丹尼索瓦人的分布范围可能比尼安德特人更加广泛，在西伯利亚、东南亚，甚至是大洋洲的某些人群中，都发现了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痕迹。比如，现代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的基因组中，大约有5%来自丹尼索瓦人。这意味着，在东南亚的某个地方，智人与丹尼索瓦人发生了基因交流，并且这些来自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被整合进了某些人群中。丹尼索瓦人的基因可能对现代人类产生了某些影响。科学家发现，来自丹尼索瓦人的基因变异与藏族人适应高海拔环境的能力有关。EPAS1基因的一个变异能够降低血红蛋白浓度，帮助人们在低氧环境中更好地生存，而这个变异很可能来自丹尼索瓦人。无论尼安德特人还是丹尼索瓦人，他们最终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这个消失是逐渐的，还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的？目前科学界还没有定论，但有几个可能的因素被提出来解释他们的灭绝。首先，智人可能拥有某种竞争上的优势，可能是因为智人的人口数量更多，或者是因为智人更加适应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因为智人拥有更高级的社交能力和技术能力。其次，气候变化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尼安德特人生活的后期，地球经历了剧烈的气候波动，这些变化可能对他们的生存造成了威胁。第三，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基因交流可能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混血后代数量越来越多，可能导致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库逐渐被稀释，最终失去了独立物种的完整性。当然，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以上因素的组合，或者还存在我们尚不知道的其他因素。无论如何，当大约3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期到来时，
地球上只剩下了一个物种的人类，我们智人。这时候，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人类现在还在进化吗？我们的后代会变成什么样子？答案是肯定的，进化从来没有停止过，它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只不过，现代人类的进化方式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自然选择是推动人类进化的主要力量。那些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的人，有更高的生存和繁殖机会，他们的有利特征会逐渐在人群中普及。但随着文明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医学、农业和技术的进步，许多过去会影响生存的因素已经大大减弱了。例如，在几千年前，那些能够高效储存热量的基因，在食物匮乏的环境中是一种优势。但在今天，这种基因可能导致肥胖和相关的健康问题。环境的改变导致了选择压力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会影响进化的方向。今天，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文化进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生物进化的速度。人类通过创造工具、发展技术、建立社会制度、传播知识，能够在几代人的时间内适应全新的环境，而这种适应不需要等待基因的改变。比如，我们现在可以穿上厚重的衣物，建造温暖的房屋，使用空调和暖气来应对各种气候条件。我们不再需要改变身体来适应不同的环境。飞机让我们能够在几个小时内跨越以前需要数年才能穿越的距离。这种能力完全来自于技术的进步，而不是基因的变化。文化进化让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适应能力，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创造的科技可能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自然选择的规律，比如医疗技术可以让一些在过去会死亡的人存活下来并繁衍后代，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削弱某些基因变异的清除过程。现代基因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可能性。通过基因编辑来主动改变自己的基因组 ，CRISPR、Cas9 等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让科学家能够在极其精确的水平上修改 DNA 序列。理论上，我们可以用这些技术来消除遗传疾病，增强某些生理功能，甚至创造出在自然进化中不可能出现的新特征。当然，这种技术也引发了深刻的伦理争论。修改人类基因可能会带来我们无法预料的后果，而且谁有权决定修改哪些基因，修改成什么样子？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无论如何，基因技术的发展确实为人类进化的未来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也许在遥远的将来，人类的后代会通过基因工程来适应太空旅行，适应其他星球的环境，或者获得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全新能力。其实还有很多关于进化的常见误区。误区一：进化就是从低等到高等。许多人对进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认为进化就是从低等到高等，从简单到复杂的进步过程。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进化没有高等和低等之分，细菌和人类在进化上处于同等的位置，都是经历了数十亿年演化的产物。
细菌甚至可以说比人类更加成功，它们的数量远远超过人类，它们能够在更加极端的环境中生存，它们几乎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从某种意义上说，细菌的适应能力远超人类。进化不是进步，而是适应。不同物种在不同环境中演化出了不同的适应方式，每一种方式在特定环境中都是最优的解决方案。寄生虫的简单身体结构不是低等，而是它们在寄生生活中最有效的适应方式。蝙蝠的超声波定位系统不是高等，而是它们在夜间飞行捕食时最有效的生存策略。误区2，进化是一种计划。还有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进化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过程，就像工程师设计机器一样，某种神秘的力量在设计着生命，让它们变得越来越完美。这完全是错误的。进化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没有计划，它只是一个自然的、无意识的过程。基因突变产生变异，环境选择那些更适应的个体，被选中的个体将有利特征传给后代。这个过程周而复始，物种逐渐发生变化，但没有任何力量在指引这个过程的方向。我们看到的复杂性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通过大量微小变化的累积逐渐形成的。眼睛不是一个被设计出来的完美光学系统，而是从最简单的感光细胞开始，通过无数代的微小改进，最终演化出的复杂结构。今天科学家能够追踪眼睛进化的每一步，在自然界中依然可以看到处于不同进化阶段的眼睛，从最原始的感光点到简单的感光杯，到复杂的晶状体眼睛。误区3，进化否认了宗教和意义。对于许多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进化论可能看起来与他们的信仰相冲突，但这种冲突可能是一种误解。进化论解释的是生命的形式和变化，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回答为什么存在生命，或生命的目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科学和宗教关注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科学回答如何的问题，宗教关注为何的问题。两者可以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虔诚的宗教信徒，比如牛顿、哥白尼、开普勒。他们认为科学和宗教可以和谐共存。进化论并不否认存在的意义，它只是解释了物种变化的具体机制。误区4，人类从猴子进化而来。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仍然值得再次强调，人类不是从现代的猴子进化来的。人类和现代的猴子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的。这个祖先既不是人类，也不是现代的猴子。这个区分很重要，因为现代的猴子并不是人类的祖先，而是我们的旁亲。就像你和你的表兄弟有共同的祖父母，但不等于你的表兄弟就是你的祖先一样。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生活在约600万到800万年前，这个祖先早已灭绝。我们与现在的黑猩猩走向了不同的进化道路。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人类在生命树上的位置。我们不是从其他现代物种进化来的，
而是与他们共有一个遥远的祖先。为什么要探讨人类起源的问题？答案很简单，理解我们从哪里来，是理解我们是谁的第一步。人类是一种充满好奇心的物种，我们想要知道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本质、意识的意义。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是这种好奇心最直接的体现，也是人类与其他物种最显著的区别之一。通过研究人类进化，我们不仅能够了解我们的身体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能力是如何发展的，还能够理解我们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关系。这种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独特的价值和责任。理解进化论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它让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生命的多样性。当了解了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有共同祖先的事实之后，我们与所有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黑猩猩、猴子、鸟类、昆虫、细菌，它们都是我们的远亲，与我们共享着生命最基本的分子机制。这种认知可以培养我们对生命的尊重。自然保护不再只是保护环境这样的抽象口号，而是保护我们的亲戚，那些与我们在亿万年前拥有共同祖先的生物。这种亲缘感可以激发更加深层、更加真挚的保护动力。理解进化论对于培养科学思维方式也非常重要。进化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科学理论，它需要理解概率、变异、自然选择、时间尺度等概念。理解这些概念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处理复杂信息、评估证据、形成科学结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进化论教会我们一种谦逊的态度。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被创造出来统治其他物种的存在，而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是亿万年演化的结果。这种谦逊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试图征服和控制它。尽管进化论已经被大量证据支持，但关于人类进化依然存在许多未解之谜。比如，我们仍然不完全了解是什么触发了人类智力的快速发展。人类的大脑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体积增加了3倍。这种快速的脑容量增长，在自然界中是极其罕见的。是什么因素驱动了这种变化？是环境压力、社交需求，还是某种偶然的基因突变？我们也不完全了解语言是如何起源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但关于语言何时出现、如何发展，我们几乎找不到直接的考古证据。科学家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比如研究其他物种的沟通系统，分析语言相关基因的演化等，来推测语言的起源。此外，我们对尼安德特人和其他人类物种灭绝的原因也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气候变化、疾病与智人的竞争，或者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目前还难以确定哪个因素是最关键的。幸运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工具来回答这些问题。古 DNA 测序技术的突破，让我们能够从几万年前的化石中提取和分析 DNA， 这打开了研究古代人类基因组的全新窗口。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发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信息，
比如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的基因交流，以及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迁徙和融合。脑成像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更加精确地研究大脑的结构和功能。通过比较不同物种的大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大脑独特的地方，以及这些独特性是如何形成的。考古学的新发现也在不断改变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新的化石、新的工具、新的艺术作品，每一次发现都可能改写我们已经建立的故事。当我们深入思考人类起源的问题时，有时会感到一种渺小和恐惧。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只是生命之树上的一个分支，不是被挑选出来的特殊存在，不是宇宙的中心。这种认知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令人不安，但在更深层次上，这种认知其实可以带来一种奇妙的平静。想象一下，在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中，产生了时间、空间和物质。在46亿年前，地球形成了。大约40亿年前，最早的生命出现了。然后经过无数代的演化，经过无数的偶然和必然，经过气候的变化、灭绝事件、遗传变异，终于在非洲的某个地方站立起了第一批能够追问我是谁的人类。这整个过程充满了奇迹和偶然性，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每一次分叉都可能把我们带向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最终我们还是出现了在这里思考这个问题。这不是一种渺小感，而是一种敬畏感。能够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值得我们感到敬畏。进化论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没有完美的物种，没有最终的形态，没有进化的终点。每一个物种都在不断变化之中，包括我们人类。这种认知不应该让我们感到焦虑，而应该让我们感到希望。我们不是被设计成某种固定的样子，我们还有改变的可能。我们的未来还没有被书写。今天我们面临许多巨大的挑战：气候变化、资源枯竭、人口增长、技术风险。在进化史上，任何物种在面临环境巨变时，要么适应，要么灭绝。我们这一代人类也要面对这样的选择。幸运的是，与我们的祖先不同，我们拥有科学和技术，拥有知识和智慧，拥有全球协作的能力。我们有能力去应对这些挑战，有能力去塑造我们的未来。进化不是我们的命运，而是我们的选择。理解人类进化的历史，也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我们曾经以为人类是地球的主人，是万物之灵，是被创造出来统治其他生物的。但进化论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我们是从其他生物中演化而来的，我们与其他所有生物共享同一个起源，我们的命运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这不是一种悲观的世界观，恰恰相反，它带来一种更加深刻的意义感。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时，我们就有了保护自然的真正理由，因为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当我们看到一只黑猩猩时，我们不再只是看到一个低等的动物，而是看到我们的远亲，看到那些在千百万年前与我们的祖先
走向不同道路的表兄弟。这种认知可以激发我们内心深处的同情和关怀，让保护其他物种成为一件充满意义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一种义务。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人类是进化来的吗？如果是，猴子为什么没有一起进化成人类？答案是，是的。科学表明人类是进化来的，但人类不是从现代的猴子进化来的，而是从大约600万到800万年前的共同祖先进化而来的。那个祖先既不是人类，也不是黑猩猩或猴子，而是与所有这些物种都有亲缘关系的古老灵长类。人类和现代的猴子、黑猩猩都走上了不同的进化道路。在我们祖先生活的非洲，不同地区出现了不同的环境变化，不同的种群面临着不同的选择压力。那些选择压力塑造了不同的特征，导致了不同的物种出现。人类的祖先学会了直立行走、制作工具、使用火、发展语言，最终成为了今天的我们。而其他灵长类在各自的环境中继续适应，演化成了今天的各种猴子、猿类和类人猿。至于98%的基因相似度，它告诉我们一个关于生命本质的深刻事实：生命是统一的，从细菌到人类，从植物到动物，所有生命都使用相同的遗传密码，都遵循相同的生化反应，都来自同一个共同祖先。那2%的差异不是让我们更高等的标记，而是让我们与所有其他生命一样，成为这个星球上奇迹的一部分。当我们理解了这些，我们就不再需要害怕自己的渺小，也不需要傲慢于自己的高等。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亿万丝年演化的产物，是地球上唯一能够理解这一切的物种。这种独特性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责任，理解的责任，保护的责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责任。你的身体里有几百万年进化的痕迹，你的基因里有亿万年生命的记忆，你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无论今晚的睡眠是否会让你梦见远古的稀树草原，或者尼安德特人的篝火，或者第一只走出非洲的智人的背影，都请记住这个事实：你是一个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存在，是自然最奇妙的创造之一。晚安。